好喝好长生不老 Hello 大家好，我是地波杜比。来到了 Halifax 行程的最后一天，早餐后我们沿着海边晃悠，中途看到了在此停靠的玛丽皇后2号邮轮，然后一路来到了位于 Halifax 最南端的 Point Pleasant Park。这个公园每天早上5点就开门了，会开到晚上10点才闭园。这是一座水手纪念碑，为了纪念在海上失踪的加拿大皇家海军、商船队和陆军成员。就是很喜欢这种充满负离子的地方，所以好不容易来到了海边，每天要在不同的地点看海。它的水特别清澈，让我都不禁开始怀疑到底是不是海水了。于是暗搓搓尝了一口，果然又咸又涩。这个公园里的人比昨天打特茅斯的多。每次看到这种帆船，都有种穿越的感觉。这座公园建于1866年，里面设有数座炮台。通过保留的建筑，可以想象以前这里的军事生活。Halifax 20来度的天气也太舒服了，发呆发到不知不觉就饿了。午餐来吃这家超火的加拿大百强餐厅 The Bicycle Thief。 户外几乎都坐满了呢。室内的布置非常有小巧思，无论是老照片还是海报，都充满了电影感。天花板上的车轮很点题呢。根据官网介绍，他家主打拥有意大利灵魂的北美食物，快来看看都有些什么好吃的吧。菜单就1页，包括了前菜和主菜。即便如此，我还是挑花眼了。先上来的餐前面包是冷的，放了少许香料，配了一个胡萝卜酱，酱体稠到几乎固态，挖起来有点费力。面包软软的，回弹力不错。胡萝卜酱是微微辛辣的调味，里面还加入了土豆泥。前菜选了2道，第1道的香蒜大虾，调味加入了白兰地和奶油，用了葡萄番茄点缀。大虾肉质爽脆，带点木质调果香的白兰地与奶油融合出的甜滋滋的酱汁，更好地激发出了虾的鲜，是吃完意犹未尽的一道前菜。第2道前菜选了炙烤带子，淋上了柚子白酱，还撒了面包糠和烤杏仁，酱汁味道过酸，有点抢戏。杏仁坚果的香气与海鲜适配度很高，他家的带子饱满又鲜嫩，这个厚度我很满意。我又要吃龙虾卷啦！来哈法3天吃了3顿龙虾卷，这家的口味是我最喜欢的，配了沙拉和薯条，薯条现炸的很香。看看这龙虾的量，他家真的没有在手软的，龙虾已经多到堆出了这么高，用的龙虾肉有碎的也有整块的。面包烤过热乎乎的，我好喜欢，底部还有些焦脆。龙虾卷调味很丰富，龙虾的咸、鲜、甜，加上芹菜的清爽以及黑胡椒的辛辣，各种口味和谐的在口腔里奏起了交响乐。这几天吃下来，他家真的是我最喜欢的餐厅了。无论是口味的丰富程度，或者菜色的创新与搭配，我都有被惊艳到。饭后再来一球黄油威士忌口味的冰淇淋，带点焦糖的奶香，真是令人回味。吃完午饭，继续在海边闲逛，看到了造型非常别致的灯，躺在地上的灯好似想要摆烂的我呀。找了个海边的长椅，又开始对着天空和海水发呆。不过这次的发呆中还带了点对 Halifax 的不舍，毕竟马上要告别了。看了一会儿中间那座 Georges Island， 决定登岛，于是就去买了船票。
这景色太美了，说像一幅油画也不为过吧。我们的船缓缓地向乔治岛靠近，谁知船没有在港口停下，而是带着我们绕着岛转了一圈，应该是想让我们领略一下乔治岛的全貌。这次终于靠岸了。乔治岛是一座冰川古丘，也是 Halifax 港口范围内最大的岛屿。最初是米克马克人在此居住，从18世纪中叶到第2次世界大战，它是 Halifax 防御综合体的一部分，现在变成了加拿大国家历史遗址。岛上到处有指示牌和像这样的介绍牌。坐在这里可以同时将 Halifax 和 Dartmouth 尽收眼底。这几块透明板很有意思，非常生动地展示了古代的米克马克人在岛上生活的场景。当山川海面与展示板中的重叠，是不是有种时光交错的恍惚感呢？这座混凝土灯塔建于1917年，最初的木塔在1916年被烧毁了。快来看，我在岛上还发现了一个宝箱，拿着金币可以问岛上的工作人员要奖品哦。看到来接我们的船啦，是时候回去吃晚饭喽。到现在我们还没吃上生蚝，于是最后一家店选了 The Press Gan Restaurant and Oyster Bar。要注意，这家店只在晚上营业，且周日周一休息哦。一进门，店员就很热情地向我们介绍起来。这家店所在的建筑是 Halifax 最古老的历史石头建筑之一，可追溯到1759年。店里所有的装饰和布置都受到了航海历史的影响。这家店还获得了 Open Table 排名的加拿大前100餐厅。果然是生蚝吧？看看这铺得满满的生蚝。今晚一共有4个品种，分别来自 PEI、Nova Scotia 和 New Brunswick。于是我们每种生蚝来了2个。这些生蚝真的没有一丁点腥味，个头大的比较有嚼劲，小的比较脆，只挤柠檬汁会更鲜甜，加入辣根和辣酱，吃起来口感更多元。这碗海鲜粥打汤我超爱，海鲜种类很多，有青口、虾、带子、大比目鱼和三文鱼。面包不仅烤得充满烟火气，还调了味，抹了黄油，单吃都不会无聊。汤头一口沦陷，奶油味浓厚丝滑，还带点回甘。鱼肉很大块，青口和带子处理的也很干净，现撒的黑胡椒很好的提升了整碗汤香气的层次。主食选了海鲜烩饭，米粒黏糊糊的，轻微夹生，不过可以接受。海鲜有带子、大虾、龙虾和大比目鱼，都有用黄油煎过，焦香混合了油香，闻着特别诱人。带子肉充满弹性，嚼起来还能感受到它的抵触。虾没有太新鲜，感觉是品质好的冷冻虾。整体这道烩饭没有很满意，除了偏咸吃多了齁嗓子以外，奶味过重也容易腻。收尾的甜点选了店员推荐的巧克力咖啡蛋糕，因为是款无面粉蛋糕，吃起来和慕斯很像。巧克力和咖啡都带了浓郁的苦味，是款大人味的蛋糕，我个人很喜欢。新鲜莓果的酸味可以在你吃了几口蛋糕快要腻了的时候，适时的刺激味蕾，不知不觉就吃完了。非常感谢到这里还在看的小伙伴们，这是我第一次来 Halifax， 气候、食物、环境、人文我都很喜欢。不过因为不开车，可活动范围确实有点小，3天的行程带点依依不舍的感觉刚刚好。坐了夜间的航班回多伦多，在飞机上无意间的一瞥，竟发现了满天的繁星。视频实在拍不出效果，只能与大家分享照片啦。第一次这么近距离看星空密布，真的美到令人忘记了呼吸。飞机缓缓降落多伦多啦，大家看到 CN Tower 了吗？好啦，这次长周末 Halifax 的行程也接近尾声啦。
谢谢你们陪我一起又回味了一遍旅程中的美好。如果喜欢我的影片，欢迎关注、点赞加留言，谢谢你们的支持。那我们下支影片再见啦！